现在你只用3万块，就想把我彻底踢出去？我靠独门发酵床活菌技术和中草药无抗催肥配方，把临江南山的黄坡猪场打造成年入300万的省级示范场，却被大学室友周明石联合堂弟用3万块强行踢走。我转身承包北郊废弃采石场搞深山黑猪散养，周明石用偷来的半成品配方违规养殖，却接连爆雷。当他因商业犯罪被依法惩处时，是否会后悔把我踢出局？我站在南山猪场的办公室里，看着周明石把一个鼓囊囊却分量极轻的信封甩在我面前。他的堂弟周虎靠在门框上，嘴里叼着烟，眼神里满是鄙夷。江毅，别不识抬举！周明石的手指敲着桌面，发出刺耳的声响。这猪场是我家砸400万推平荒山建的，3000头猪苗也是我们真金白银拉回来的。你每天就背着个布包，熬点黑乎乎的药汤往食槽里倒，连猪圈都懒得进。给你3万块已经够意思了。我看着桌上的信封，指尖微微发抖。4年前，周明石找到刚毕业的我，我出钱，你出技术，咱们利润55分账。好。我信了他的兄弟情，把祖传的生态养殖技术毫无保留地用在了这个荒坡上。够意思。这4年是我每天凌晨2点起床培育发酵床菌种，蹲在猪圈里观察猪的粪便，调整配方，为了试出无抗防病的中草药组合。是我连续3个月住在饲料房，3次因为草药过敏进医院。为了打通高端市场，是我跑遍了临江所有的星级酒店，喝到胃穿孔住院半个月。是我把这片连草都长不好的荒坡变成了临江人人羡慕的金猪场。现在你只用3万块，就想把我彻底踢出去？周虎上前一把抓起信封塞进我手里，推了我一把。说这么多有什么用？这座厂子是我家出钱建的，要不是看在咱们老同学的份上，这3万我都不想给。拿着钱走，以后再敢踏进来一步，我们对你不客气。我深吸一口气，把信封揣进兜里。我没有争辩，因为我知道和贪婪的人讲道理是对牛弹琴。他们以为偷看到我配的基础发酵床和催肥汤就掌握了核心技术，却不知道我每次配药都会单独加入的复合抑菌剂才是整个体系的灵魂。我转身走出办公室，没有回头，身后传来周明石和周虎放肆的笑声，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为自己的贪婪和愚蠢付出代价。走出猪场大门，正午的太阳晒得我头晕目眩，兜里的3万块连母亲下周的手术费都不够。母亲心脏不好，急需做搭桥手术，手术费要20万。我当初拼了命的干，就是想早点攒够钱给母亲做手术。可现在我不仅没赚到钱，还被扫地出门。我坐在路边的石头上，看着来往的车辆，心里一片茫然。我掏出手机翻遍了通讯录，最后停在了陈敬山这个名字上。老陈是临江市最大的种猪繁育基地老板。3年前，他的猪场爆发了烈性传染病，2000头猪一夜之间死了大半，所有兽医都束手无策。是我用中草药配方帮他保住了最后200头种猪。从那以后，老陈就一直说欠我一个天大的人情。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拨通了老陈的电话。江老弟，稀客呀，是不是周明石那小子又要进种猪了？我跟你说，最近这批黑猪种公猪质量特别好。我喉咙发紧，声音有些沙哑。陈哥，我不在周明石的住房干了。电话那头的声音瞬间消失了。过了几秒，老陈的声音变得无比严肃。是不是周明石那混蛋欺负你了？你等着，我现在就带人过去找他理论。我连忙拦住他，简单的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老陈听完气得破口大骂：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当初要不是你，他那破猪场早成坟场了。江老弟，你别慌，有哥在。你现在在哪儿？我马上开车过去接你。我报了我的位置，然后静静地等着。阳光依旧毒辣，但我的心里却渐渐有了一丝暖意。我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20分钟后，一辆白色的皮卡车停在了我面前。老陈从车上跳下来，看到我憔悴的样子，心疼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走，上车，哥带你去吃点东西。我跟着老陈上了车，他把车开到了一家家常菜馆，点了几个菜，老陈给我倒了一杯啤酒。先吃点东西，有什么事儿咱们慢慢说。天塌下来，哥给你顶着。我喝了一口啤酒，压下心里的委屈。陈哥，我想自己开个猪场。老陈眼睛一亮，放下了筷子。好，早就该这么干了。周明石那小子根本不配用你的技术。你想在哪儿开？资金够不够？不够哥给你拿。我看好了北郊的那个废弃采石场。我想主打深山散养黑猪，做全程溯源的认养模式，只做高端市场。
这个想法绝了！现在有钱人就好这口，健康、原生态，还能体验养殖乐趣。资金你不用愁，我先给你打60万启动资金，种猪我给你最好的长白山黑猪，都是散养了2年的纯种。怀孕母猪我给你挑最好的，利润你看着给，就算哥入股你的。我看着老陈真诚的眼睛，鼻子一酸。陈哥，这太多了，我不能要你这么多钱。什么多不多的，拿着。第二天一早，老陈就给我转了15万的定金。我拿着钱直奔北郊的废弃采石场。这个采石场已经荒废了6年，到处是碎石和断壁残垣，杂草长得比人还高。采石场后面是连绵的山林，一股清澈的山泉从山上流下来，水质甘甜。看场的王大爷是个70多岁的老人，在这里守了5年。我向王大爷说明了来意。我想承包采石场和后面的300亩山林，用来养猪。王大爷听说我要在这里养猪，高兴得合不拢嘴。太好了，这个地方终于有人来开发了。我一个人在这里守着，冷清得很。要是你不嫌弃，我留下来给你看场子，管吃管住就行，不要工资。我当然求之不得，当场就和王大爷签了5年的承包合同，租金每年4万，我先付了2年。然后我在附近的村子里雇了6个村民，开始清理场地。我们用了5天的时间，把采石场里的碎石清理干净，又在山林周围搭建了铁丝网围栏。接着，我开始搭建简易猪舍和发酵床。我的发酵床和别人的不一样，是用锯末、稻壳、花生壳和我自己培育的复合菌种混合而成的，厚度达到60厘米，不仅能快速分解粪便，还能产生有益菌，提高猪的免疫力。我还在猪舍里安装了自动饮水系统和通风设备，确保猪的生活环境舒适。一切准备就绪后，我给老陈打了电话。陈哥，场地收拾好了，你可以送种猪过来了。好嘞，我早就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给你送过去。挂了电话，我站在采石场的最高处，看着眼前的山林。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变成临江最有名的生态猪庄。第二天早上7点，4辆大卡车缓缓驶进了废弃采石场。老陈从第一辆车上跳下来，笑着对我说：“江老弟，我把压箱底的好货都给你带来了。”我跟着老陈走到卡车后面，打开车厢门，里面装着60头纯种长白山黑猪，每一头都体型健壮，毛色乌黑发亮，其中有15头是已经怀孕4个月的母猪，再过2个月就能下崽。这些黑猪都是我在深山里散养的，从来没喂过不合格饲料，肉质绝对一流。我给你的价格是成本价，一头2500，60头一共15万。我连忙向老陈道谢，然后指挥工人把猪从车上赶下来。这些黑猪刚下车就兴奋地冲进山林里，有的跑到山泉边喝水，有的在地上拱食草根。看着它们活蹦乱跳的样子，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我给每头猪都戴上了带有定位芯片的耳标，记录下它们的出生日期和健康状况。然后我按照我的独门配方熬制了中草药饲料给它们喂食。这种饲料是用玉米、麦麸和30多种中草药混合而成的，没有任何违规添加剂。我每天只给它们喂2次饲料，其余时间让它们在山林里自由觅食。与此同时，周明石的南山猪场里，周虎正在按照偷来的配方调配发酵床。他把锯末和从网上买的廉价菌种混合在一起，随便撒在了猪舍里。哥，你说这个配方真的管用吗？肯定管用，我看江毅就是这么弄的，错不了。等我们的猪养好了，把江毅的客户都抢过来，到时候我们就是临江的养猪大王。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发酵床缺少了最关键的复合抑菌剂，用不了多久，麻烦就会降临。半个月后，我的黑猪们已经完全适应了新的环境，它们每天在山林里奔跑觅食，一个个长得油光水滑，精神抖擞。王大爷把猪场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天都会把猪的活动情况和进食情况记录下来。我在网上注册了深山黑猪的品牌账号，发布了黑猪散养的视频和认养信息。我给每头认养的猪都安装了专属的直播摄像头，客户可以24小时观看自己认养的猪的生活。没想到视频发布的第一天就有上万人点赞，咨询电话被打爆了。很多客户都是之前南山猪场的老客户，他们早就听说了我的技术，
听说我自己开了猪场，都纷纷转投到我这里。一个做建材的老板一下子认养了20头黑猪，说是要作为公司的年终福利。不到1周的时间，60头黑猪就被认养一空，我不得不提前联系老陈。老陈，再给我准备200头黑猪苗。好嘞，我明天就送过去。而此时的南山猪场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员工找到周明石，老板，厂里几十头小猪出现拉稀、食欲不振的症状，该怎么办？周明石以为是普通的感冒，就没当回事。先喂点常规牧药，看看情况再说。可没过几天，发病的猪越来越多，长势变得异常缓慢，出栏率大幅下降。周明石慌了，找了好几个兽医来看，都束手无策。兽医，这些猪到底怎么了？怎么光吃不长还总生病？我们也查不出具体原因，可能是养殖环境和饲料配比出了问题。您另请高明吧。他只能盲目的给猪喂各种兽药和廉价催肠剂，结果猪的状态反而更差了。每天都有几头猪因为体质虚弱夭折，猪场里弥漫着难闻的气味。周明石看着无精打采的猪群，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明明是按照江毅的配方做的，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而我正在和临江最大的生鲜平台签订独家供货合同，和生鲜平台的合同签得非常顺利。采购经理对我的黑猪肉品质赞不绝口。哈哈。你们这儿的黑猪肉品质太好了，以后我们就只来你们这儿采购了。最近南山猪场的猪肉质量越来越差，不仅有腥味儿，而且肉质发柴，客户投诉特别多。我们早就想终止和周明石的合作了，正好听说你开了猪场，就立刻来了。感谢你们的支持，我们这里的猪肉您就放心吧。签完合同，我回到了采石场，王大爷找到我。开始。老板，今天有2个陌生人一直在赌场外面转悠，鬼鬼祟祟的，还拿着手机到处拍。我心里立刻警惕起来，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周明石和周虎派来的人。他们的猪场出了问题，想来我这里偷学技术。我没有声张，只是嘱咐王大爷：王大爷，你多注意一点，不要让陌生人靠近收猪舍和饲料房。然后我去镇上买了8个高清监控摄像头，安装在了猪场的各个角落，24小时无死角监控。我还在围栏上安装了红外线报警器，只要有人翻越围栏，就会自动报警。果然，当天晚上11点多，红外线报警器突然响了起来。我和王大爷立刻赶到监控室，只见2个黑影正在翻越围栏，正是周明石和周虎。他们手里拿着手电筒和笔记本，偷偷摸摸地向猪舍走去。他们躲在树后面，看着我的黑猪在山林里悠闲地散步，一个个长得膘肥体壮，眼里充满了嫉妒。哥，你看江毅的猪养得多好啊，为什么我们的猪就养不好？肯定是他，还有什么核心配方没被我们偷到？周明石咬牙切齿，今天一定要把配方弄到手。他们在猪场里转悠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名堂，因为我的核心配方都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单独配置的，从来不让外人看到。最后，他们只能悻悻地离开了。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我冷笑了一声。想偷我的配方？做梦！他们偷去的只是一个空壳子，没有我的复合抑菌剂，他们的猪场只会彻底完蛋。果然没过几天，我就从老陈那里听到了更坏的消息，周明石的猪场已经损失了2000多头猪，直接经济损失超过500万。他不仅赔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了银行300万的贷款。之前和他合作的超市、酒店都纷纷解约，要求他赔偿违约金。周明石急红了眼，竟然偷偷从外地低价收购一批普通白猪，冒充自己的生态黑猪卖给客户，想挽回一点损失。结果被客户发现货不对版，集体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市场监管部门上门调查，对他处以了50万元的罚款，并且责令他整改。周明石彻底慌了，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剩下的几百头猪身上，他想把这些猪赶紧卖掉还清债务。可当他把猪拉到屠宰场的时候，检验人员却告诉他，这些猪的肉质不达标，不符合生态猪的收购标准，只能按普通猪肉低价处理。周明石听到这个消息，当场就瘫在了地上。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辛辛苦苦养了这么久的猪，竟然卖不上价，而我的猪场生意却越来越红火。第2批200头黑猪苗刚运到，就被提前预定的客户认养了一大半。我在采石场旁边建了一个农家乐，提供杀猪宴、烧烤等服务，客户可以带着家人朋友来这里，自己采摘蔬菜，自己杀猪做饭，体验乡村生活。农家乐开业的第1个周末，就接待了200多个客人，营业额超过了8万块。很多客人吃完之后都成了我们的回头客，还介绍了很多朋友过来。我开始计划扩大规模，
在城堡旁边的500亩山林引进更多的黑猪苗。我还准备举办第1届深山猪王争霸赛，设置10万元的冠军奖金，吸引更多的人关注。我的事业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周明石的猪场彻底破产了，银行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查封了他的猪场和他家里的房子、车子。他的老婆受不了这种日子，带着孩子和他离了婚，回了娘家。周虎也卷走了他手里最后一点钱，跑回了老家，再也联系不上。曾经风光无限的周老板，现在变成了一个身无分文、众叛亲离的穷光蛋。他每天都躲在出租屋里，靠喝酒度日。他越想越生气，越想越不甘心。他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的错误，反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我的身上。如果不是江毅藏着掖着技术，如果不是江毅抢走了我的客户，我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怪江毅！他对我的怨恨越来越深，心里渐渐生出了一个恶毒的念头。我要让你也尝尝破产的滋味，你等着吧，江毅！直到有一天，他在酒吧里喝酒，遇到了2个以前在他猪场打工的工人。这2个工人也是游手好闲之辈，因为偷猪场的东西被周明石开除了。3个人臭味相投，喝着酒就聊到了我。那个江毅现在可风光了，听说他的猪场一天就能赚好几万。是啊，他凭什么这么走运？要不是当初偷了周老板的技术，他能有今天？周明石听了，心里的火气更大了。他一拍桌子，恶狠狠地开口：我要让他的猪场彻底完蛋，我要毁掉他的核心配方，让他也养不出好猪。2个工人对视一眼，眼里露出了贪婪的光芒。周哥，只要你给钱，我们兄弟俩跟你干。周明石咬了咬牙，事成之后，我给你们每人5万块。3个人一拍即合，开始策划破坏的事情。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末日已经不远了。周明石开始踩点，每天都躲在远处观察我的猪场。他发现我的猪场晚上只有2个保安巡逻，而且巡逻的间隔时间比较长。饲料房在猪场的最里面，旁边就是山林，容易躲藏。他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去五金店买了钳子、撬棍和手电筒，准备在深夜潜入我的猪场。我计划撬开饲料房的门锁，偷走江毅的核心配方原料，再把他配好的饲料全部倒掉，这样他的猪就会断粮，配方也会被我拿到手。事成之后，我们就嫁祸给他的饲料供应商，说他们送的饲料有问题，完全不会牵扯到我们头上。这样不仅能毁掉他的猪场，还能让他背上巨额的赔款，让他永无翻身之日。周明石越想越得意，仿佛已经看到了我的猪场一片混乱，我焦头烂额的样子。而我早就预料到了他会狗急跳墙。自从上次他和周虎来偷配方之后，我就加强了猪场的安保。我又雇了4个保安，分成3班，24小时不间断巡逻。我还在饲料房周围安装了震动报警器和高清夜视摄像头，只要有人靠近就会立刻报警。我知道以周明石的性格，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他一定会做出极端的事情来报复我，所以我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就等着他自投罗网。我甚至已经提前报了警。我的猪场附近经常有鬼鬼祟祟的人，很有可能闯入我的猪场搞破坏，希望你们能及时出警。我们会重点关注你的猪场，一旦发生情况，会立刻赶到。一切都布置妥当，只等周明石上钩。这天晚上，天空下起了小雨，四周一片漆黑。周明石觉得这是上天给他的机会，他带着2个工人，拿着工具，偷偷摸摸地来到了我的猪场外面。他们躲在山林里观察了很久，看到保安巡逻完之后回到了保安室，他们才悄悄地爬了出来。周明石用钳子剪断了围栏上的铁丝网，3个人钻了进去。他们以为自己做的神不知鬼不觉，却不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监控摄像头拍得清清楚楚。保安室里的保安看到监控里的人影，立刻按下了报警器，同时他们拿起警棍悄悄地向饲料房包抄过去。我也接到了保安的电话，立刻从家里赶了过来。周明石带着2个工人小心翼翼地向饲料房走去，他的心里充满了复仇的快感，脚步都变得轻快起来。他们来到饲料房门口，周明石用撬棍撬开了门锁。3个人走进饲料房，看到了里面的几个大饲料桶和存放配方原料的柜子。快点，把原料都搬走，饲料都倒掉，弄完赶紧走。2个工人连忙上前准备打开柜子，就在这时，饲料房的灯突然亮了，刺眼的灯光让3个人瞬间睁不开眼睛。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6个保安已经站在了他们的面前，手里拿着警棍，冷冷地看着他们。你们干什么？还不住手！周明石脸色大变，转身就想跑，但是他刚跑到门口，就被2个保安扑倒在地，死死地按在了地上。另外2个工人也被保安制服了。周明石拼命地挣扎，嘴里还在不停地咒骂：江毅，我跟你没完！这时我走进了饲料房，我看着被按在地上的周明石，心里没有丝毫的同情，只有厌恶。你没想到吧？
我冷冷地看着他，周明石抬起头，恶狠狠地瞪着我，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江毅，你这个小人，你故意设圈套害我！我设圈套害你，是你自己鬼迷心窍，想要毁掉我的猪场，偷我的核心技术。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和我有什么关系？要不是你当初把我踢走，偷了我的半成品配方，你的猪场会破产吗？是你自己贪婪愚蠢，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你不反思自己，反而来报复我，你真是无可救药。周明石还想骂什么，但是保安已经用胶带封住了他的嘴。我拿出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不到10分钟，警车就呼啸着来到了猪场。警察给周明石和2个工人戴上了手铐，带走了他们的作案工具作为证据。他们还拷贝了监控录像，人赃并获，证据确凿。看着警车远去的背影，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从来没有想过曾经的大学室友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但是我不后悔，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如果这次我没有抓住他，不知道他还会做出什么更恶毒的事情来。第二天，周明石等人搞破坏的事情就在临江市传开了，大家都纷纷谴责周明石忘恩负义、心术不正。很多客户都打电话来关心我的情况，问我有没有损失。我告诉他们，幸好发现的及时，没有造成任何损失，让他们放心。这件事不仅没有影响我的生意，反而让我的深山黑猪品牌名声大噪。更多的人知道了我的生态猪场，知道了我的黑猪肉是健康安全的。我的订单量一下子增加了3倍，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也对周明石的南山猪场进行了全面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周明石不仅违规使用不合格饲料添加剂，还存在商业欺诈行为，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相关部门依法查封了南山猪场，并且对周明石追加了150万元的罚款。南山猪场这个曾经让周明石引以为傲的地方，彻底变成了一片废墟。法院对周明石的案件进行了快速审理。法庭上，检察官出示了周明石破坏生产经营的监控录像、作案工具以及他的口供。周明石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我是因为被江毅抢走了生意，一时冲动才做出了这样的事情的。法官并没有理会他的话，径直做出了宣判。周明石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破坏生产经营罪和商业欺诈罪，其主观恶性较大，社会危害性严重。虽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是不足以从轻处罚。最终判处周明石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200万元。2个从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和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同时，农业农村部门也发布了公告，禁止周明石3年内从事畜禽养殖相关行业。听到判决结果的时候，周明石的脸上露出了绝望的神情，他瘫坐在被告席上沉默了很久。他的父母坐在旁听席上，哭得撕心裂肺。但是一切都晚了，法律是公正的，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周明石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他被送到了监狱服刑，开始了他6年的牢狱生涯。在监狱里，周明石一开始情绪非常低落，经常独自发呆。后来在管教的教育和帮助下，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他意识到自己之所以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完全是因为自己的贪婪和自私。他开始积极参加劳动改造，认真学习法律知识和职业技能，表现越来越好。因为改造积极，他还获得了一次减刑的机会。我听到这些消息，只是点了点头。6年的时间足够让一个人彻底改变。希望他出来之后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解决了周明石这个麻烦，我终于可以专心的经营我的猪场了。我按照计划承包了旁边的500亩山林，扩大了养殖规模。我还引进了智能化养殖设备，实现了猪的体温监测、喂食、饮水的自动化管理。我的深山猪王争霸赛也如期举办了。比赛当天来了上千名观众和全国各地的养殖户。最终，我的一头养了3年的黑猪以1180斤的体重获得了冠军。一个做餐饮连锁的老板当场出价12万买下了这头猪王。这次比赛吸引了很多媒体的关注，临江电视台和省报都进行了报道。我的深山黑猪品牌彻底打响了知名度，很多外地的客户都找上门来，想和我合作代理我的黑猪肉。我和老陈商量了一下，我决定在周边的几个城市建立分厂，扩大产能。老陈，你就负责分厂的建设和运营，我负责技术指导。放心，江兄弟，
我绝对不给咱们厂招黑。我们的合作越来越默契，事业也越做越大。半年后，我们的第一个分厂在临市建成投产了。分厂采用了和总厂一样的生态散养模式，从总厂调了一批经验丰富的工人过去。第一批300头黑猪苗刚运到，就被当地的客户认养一空。分厂的生意非常火爆，第1个月就实现了盈利，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我们又陆续在另外3个城市建立了分厂。我的黑猪肉不仅走进了全国各地的大型超市和星级酒店，还通过电商平台卖到了港澳台地区。很多消费者都反馈说，你们厂黑猪肉肉质鲜嫩，香味浓郁，比普通猪肉好吃太多了。我还成立了自己的食品加工厂，开发了黑猪肉香肠、火腿、腊肉等深加工产品。这些产品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消费者的热烈欢迎，销售额节节攀升。王大爷依然在总厂帮我看厂子，他现在已经成了猪场的形象大使。很多游客来猪场都喜欢和王大爷聊天，听他讲黑猪的故事。我给王大爷涨了工资，还给他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让他的儿子儿媳也过来帮忙。王大爷经常说，他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留下来帮我。老陈也赚得盆满钵满，他经常说，当初投资江兄弟你，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成功的一笔生意。要是没有你，我也不可能做这么成功，跟我客气什么？我们2个人的关系也从合作伙伴变成了最好的兄弟。母亲的手术也做得非常成功，身体恢复得很好。她现在每天都在公园里散步、跳广场舞，过得非常开心。看着母亲幸福的笑容，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转眼到了年底，我算了一下账，今年公司的净利润超过了2000万。我给所有的员工都发了丰厚的年终奖。年终总结大会上，我发表了讲话，我回顾了这1年来的发展历程，感谢了所有员工的辛勤付出。我们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绩，靠的不是投机取巧，而是实实在在的技术和良心。做农业，尤其是做食品行业，良心比什么都重要。我们绝对不能为了赚钱就做对不起消费者的事情。未来，我们要继续坚持生态养殖的理念，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健康美味的食品。我的讲话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大会结束后，老陈找到我，和我商量明年的计划。江毅，明年我们的目标是再建5个分厂，把我们的黑猪肉卖到全国所有的省份。我还想和农业大学合作，建立一个生态养殖研发中心，不断改进我们的技术。我点了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技术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还要带动周边的农民一起致富，让他们跟着我们一起养殖黑猪。我们负责提供技术和回收产品，这样不仅能扩大我们的产能，还能为乡村振兴做出一点贡献。老陈非常赞同我的想法。好，就这么定了，明年我们大干一场。春节过后，我们和农业大学合作的生态养殖研发中心正式成立了。我们聘请了10几位农业专家和教授，专门研究生态养殖技术和中草药饲料配方。研发中心成立不久，就取得了第1个重要成果。我们研发出了一种新型的发酵床菌种，分解能力比原来的提高了30%，使用寿命也延长了1倍。好啊，这下降低了我们的养殖成本，还提高了养殖效率，立刻投入使用。我们还研发出了一种新的中草药饲料添加剂，能进一步提高黑猪的免疫力，改善猪肉的品质。这些新技术的应用，让我们的黑猪肉品质更上一层楼。同时，我们的公司加农户合作模式也正式启动了。我们免费为周边的农民提供黑猪苗和技术指导，按照保护价回收成品猪。很多农民都纷纷加入了我们的合作计划，走上了致富的道路。有一个叫李大娘的农户，家里非常贫困，丈夫常年生病，还有2个孩子在上学。她加入我们的合作计划后，养了20头黑猪，1年就赚了8万多块钱。她拿着钱，激动得热泪盈眶。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要不是加入你们的计划，我连往上学钱都出不起啊！大娘，是你自己辛勤劳动才有今天，我们只是提供帮助而已。看着李大娘开心的样子，我心里非常欣慰。我当初研究生态养殖技术，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赚钱，更是为了能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现在，我的愿望正在一步步实现。我的公司也被评为了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乡村振兴示范企业。我本人也获得了临江市10大杰出青年和省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面对这些荣誉，我没有骄傲，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天，我正在研发中心和专家们讨论新的饲料配方，突然我的手机响了，是监狱打来的。我心里咯噔一下，以为出了什么事。电话那头是监狱的管教。周明石因为改造积极，获得减刑1年，明天就要刑满释放了。他的父母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希望你能给他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虽然周明石做了很多对不起我的事情，但是他已经受到了法律的惩罚，也真心悔改了。第二天，我开车来到了监狱门口，周明石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背着一个简单的背包站在门口等我。他比以前瘦了很多，也苍老了很多，眼神里没有了当年的嚣张和戾气，多了几分平和和愧疚。看到我来了，他低下头，声音有些沙哑：“江毅，对不起，当年是我鬼迷心窍，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我知道错了。”我看着他，心里百感交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以后好好做人就行。我把他带到了城里，给他找了一个住处，又给他介绍了一个饲料厂的后勤工作。这个工作虽然辛苦，但是很稳定，你好好干，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周明石抬起头，眼里含着泪水。谢谢你，江毅，你不计前嫌帮我，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恩情。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不用谢我，这是你自己争取来的机会。说完，我转身离开了。我知道周明石的人生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又是1年。我们的公司已经在全国12个省份建立了20个分厂，员工人数超过了2000人。我们的深山黑猪品牌已经成为了中国有机猪肉的第一品牌。我们的深加工产品也远销到了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我带动了3000多户农民养殖黑猪，每户平均年收入超过了10万元。很多以前的贫困户都靠着养殖黑猪盖了新房，买了新车。我还捐建了20所希望小学，帮助了上千名贫困儿童上学。我成立了一个农业扶持基金，专门资助那些有梦想的年轻农业创业者。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投身到生态农业中来，一起推动中国农业的发展。有一天，我回到了北郊的总厂，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集养殖、旅游、科普于一体的生态农业示范园，到处是绿树成荫、鸟语花香，黑猪在山林里自由地奔跑，游客们在农家乐里开心地吃饭玩耍，孩子们在科普馆里学习农业知识，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王大爷已经退休了，但是他还是每天都来猪场看看。他看到我，笑着走了过来。江总，你来了，你看现在这里多好啊！是啊，真好。我看着眼前的一切，感慨地说：5年前我带着3万块钱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还一片废墟，没想到现在变成了这么好的地方。这都是你努力的结果啊！你是一个好人，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我笑了笑，没有说话。我站在采石场的最高处，看着远处的风景，阳光洒在我的身上，暖洋洋的。我知道我的人生已经翻开了崭新的篇章。这天，我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电话那头是国家农业农村部的工作人员。你的生态养殖模式非常好，值得在全国推广。我们想邀请您去北京参加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并且在会上做经验分享。好的，我肯定按时到场。我非常激动，立刻答应了。几天后，我来到了北京，参加了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在会上，我向全国各地的农业工作者分享了我的生态养殖经验和公司加农户的合作模式。我的发言得到了与会领导和代表的高度评价。你的模式为中国的生态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会议结束后，很多地方的政府官员和农业企业老板都来找我交流，他们都希望能和我合作，把我的生态养殖模式推广到他们那里。我一一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且和很多地方签订了合作意向书。从北京回来后，我更加忙碌了。我经常去全国各地考察，指导当地的生态养殖项目。虽然很累，但是我觉得非常充实。我知道我正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不仅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还为社会做出了贡献。老陈看着我每天忙得不可开交，笑着说：“江毅，你现在可是全国闻名的农业专家了。”我笑了笑：“什么专家不专家的，我只是一个养猪的，我只是想把我会的东西分享给大家，让更多的人吃到健康的猪肉，让更多的农民过上好日子。”你说的对，我们一起努力，把生态农业做得更好。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我们开始筹备上市的事情，很多投资机构都纷纷找上门来，想要投资我们的公司。经过慎重考虑，我们选择了一家实力雄厚的投资公司，他们愿意投资5个亿，占股15%。有了这笔资金，我们的发展速度更快了。我们在全国又新建了15个分厂，并且开始布局海外市场。我们首先在泰国建立了第1个海外分厂，把我们的生态养殖模式推广到了国外。泰国分厂的黑猪肉在当地非常受欢迎，供不应求，这给了我们很大的
的信息，我们又陆续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建立了分厂，我们的深山黑猪品牌正式走向了世界。公司上市的筹备工作也进展得非常顺利，我们的财务状况良好，业务增长迅速，得到了投资者的广泛认可。上市的日子定在了国庆节，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我和老陈一起敲响了上市的钟声。当钟声响起的那一刻，全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看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股票价格，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慨。5年前我被周明石用3万块扫地出门，身无分文，走投无路，而现在我的公司成功上市，市值超过了50亿。这5年来，我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和磨难，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初心。我靠着自己的技术和良心，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了今天。我知道这一切都来之不易，我会好好珍惜现在的一切，继续努力把公司做得更好。公司上市后，我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我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技术研发和公益事业中。我们的研发中心又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我们研发出了无抗养殖的全套技术，实现了养殖过程中零违规添加剂的使用。我们还研发出了猪粪资源化利用技术，把猪粪变成了有机肥料和生物天然气，实现了养殖过程的零污染、零排放。这些技术的应用让我们的生态养殖模式更加完善、更加环保。我还加大了对公益事业的投入，我捐建的希望小学已经达到了50所，帮助了上万名贫困儿童上学。我的农业扶持基金已经资助了200多名年轻的农业创业者，帮助他们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还在很多贫困地区建立了生态养殖基地，带动当地的农民脱贫致富。有一次，我去一个贫困山区的养殖基地考察，当地的农民看到我都非常热情地围了过来，他们拉着我的手，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一个老大爷激动地说：“谢谢你，要是没有你，我们这辈子不可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看着他们淳朴的笑容，我心里非常感动。我觉得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是值得的。我做的这一切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是为了能让更多的人过上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我人生的意义所在。这天我去饲料厂考察合作事宜，正好遇到了周明石。他穿着工作服，正在认真地搬运货物，脸上满是汗水。看到我来了，他停下手里的活，擦了擦汗，笑着走了过来。江总，你怎么来了？我过来考察一下合作的事情。你在这里干得怎么样？挺好的，老板和同事都对我很好，我每个月能赚5000多块钱，足够养活我爸妈了。周明石的脸上露出了朴实的笑容。我现在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提心吊胆了。以前的我太傻了，总想着走捷径，结果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如果当初我没有那么贪婪，好好和你合作，现在肯定也是一个更成功的企业家了。不过现在也不晚，我会踏踏实实干活，好好孝敬父母，重新做人。我看着他真诚的样子，心里很欣慰。看到你现在这样，我就放心了。好好干，以后有什么困难，随时可以找我。谢谢你，江总，我一定会努力的。周明石用力地点了点头。离开饲料厂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周明石已经回到了工作岗位上，正在认真地干活。阳光洒在他的身上，仿佛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我知道他已经彻底走出了过去的阴影，迎来了全新的人生。周明石的改变让我感慨了很久，但是我没有沉溺于过去的事情，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中。我们的海外市场拓展得非常顺利，已经在8个国家建立了分厂。我们的深山黑猪品牌已经成为了国际知名的有机食品品牌，很多国外的消费者都非常喜欢我们的黑猪肉，说这是他们吃过的最好吃的猪肉。我们的生态养殖模式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联合国粮农组织专门派人来我们的总厂考察，并且把我们的模式作为生态农业的典范向全世界推广，这让我感到非常自豪。我不仅为中国的农业争了光，还为世界的生态农业发展做出了贡献。有一天我回到了南山，这里曾经是周明石的猪场，现在已经被政府改造成了一个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到处是绿树和鲜花，很多农民在这里学习生态养殖技术。谁也不会想到，这里曾经是一个管理混乱、臭气熏天的地方。我站在山坡上，看着眼前的美景，心里百感交集。5年的时间，物是人非，曾经的恩怨情仇都已经随风而去。我转身离开了南山，没有回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要向前看，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转眼到了我创办公司的第6个年头，这6年里，我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大学毕业生，变成了一个身价数十亿的企业家。但是我依然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习惯，每天都会去猪场看看，和工人们一起吃饭。我依然会亲自调配种草药配方，不断改进我的技术。我知道技术是我们公司的根，良心是我们公司的魂。只要根和魂还在，我们的公司就永远不会倒下。这天，公司举办了6周年庆典，邀请了所有的员工、客户、合作伙伴和我们帮助过的农民代表。庆典上，我发表了讲话。6年前，我带着3万块钱来到了北郊的废弃采石场。那时候，我只有一个梦想，就是让我的母亲
能过上好日子，让更多的人吃到健康的猪肉。6年来，我经历了很多的坎坷和磨难，也遇到了很多的贵人。没有大家的支持和帮助，就没有今天的深山黑猪。未来我会继续带领着大家，坚持生态养殖的理念，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健康美味的食品。我会继续帮助更多的农民，为农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我的讲话赢得了全场最热烈的掌声。庆典结束后，我和老陈、王大爷一起在总场的山林里散步。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也洒在漫山遍野的黑猪身上。看着眼前的一切，我心里充满了平静和满足。我知道我已经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是我的脚步不会停止，我会继续在生态农业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为了我的梦想，也为了更多人的幸福。庆典结束后，我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这6年来，我一直都在忙碌，从来没有好好休息过。我带着母亲去了欧洲旅游，陪她看看外面的世界。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好，精神状态也非常好。她看着我现在的成就，脸上总是洋溢着骄傲的笑容。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就是有你这样一个儿子。听着母亲的话，我心里非常温暖。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她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旅游回来后，我又投入到了工作中。我们开始筹备建设一个世界级的生态农业产业园。这个产业园集养殖、种植、加工、研发、旅游、科普于一体，总投资超过20个亿。建成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很多地方的政府都纷纷邀请我们去他们那里建设产业园，给出了非常优惠的政策。经过慎重考虑，我们最终选择了在我的家乡建设这个产业园。我想为我的家乡做点贡献，让家乡的父老乡亲都能过上好日子。产业园的开工仪式非常隆重，省市的领导都出席了仪式。领导们说，这个产业园的建设将极大地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上万个就业岗位。感谢小江为家乡做出的贡献。看着挖掘机轰隆隆地开进工地，我的心里充满了期待。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里将会变成一个绿色环保、美丽的生态农业新城。产业园的建设进展得非常顺利，很多国内外的知名企业都纷纷入驻产业园，和我们开展合作。我们的生态农业产业链越来越完善，我还和很多国际组织开展了合作，共同推动全球生态农业的发展。我经常去世界各地参加国际会议，分享中国的生态农业经验。我成为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顾问，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农业发展出谋划策。有一次，我在联合国的会议上发表演讲，农业是人类生存的根本，生态农业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中国有悠久的农业历史和丰富的农业经验，我们愿意和世界各国分享我们的技术和经验，让我们一起努力，打造一个绿色可持续的农业未来，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吃到健康安全的食品。我的演讲赢得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很多外国代表都过来和我握手，说我的演讲非常精彩，让他们对中国的生态农业有了全新的认识。听到这些话，我感到非常自豪。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骄傲，为自己是一个中国农民而骄傲。我知道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不仅要把自己的公司做好，还要为中国农业和世界农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天我又回到了北郊的总厂，这里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虽然现在我已经有了很多的分厂和产业园，但是我对这里依然有着特殊的感情。我喜欢这里的宁静，喜欢这里的山林，喜欢这里的黑猪。我坐在当年那个废弃采石场的石头上，看着眼前的一切。6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凉的废墟，而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生态乐园。黑猪在山林里自由地奔跑，鸟儿在树上欢快地歌唱，泉水在叮咚作响，孩子们在草地上追逐嬉戏，大人们在农家乐里谈笑风生，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和谐。王大爷走了过来，递给我一杯热茶。梁总，又在想以前的事情了。我接过热茶，笑了笑。是啊，想起了6年前刚来这里的时候，那时候我身无分文，前途迷茫，没想到一转眼6年就过去了，这里变化这么大。这都是你努力的结果，你用你的技术和良心改变了这里，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我喝了一口热茶，心里暖暖的。是啊，技术和良心这2个词陪伴了我整整6年，也是这2个词让我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变成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但是只要我坚持这2个词，就一定能走得更远更稳。夕阳渐渐落下，染红了半边天空。我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尘。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我会带着我的梦想，继续在生态农业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